探访了泰国华欣山百峰国家公园最著名的帕雅纳空洞之后，我跨上我的小摩托，向南边继续前进。我要去探访公园联票上最后一个收费景点——山百峰湿地公园，也叫做莲花湖。哇，往南边绕行这个山百峰公园这条路线也很美啊！哇，真是。我们现在呢就要绕到那个山百峰脚下去那边的莲花池我们要从外面的公路绕，但是还是要回到外面的大公路才能进去。本来想绕一条近路的，但这条近路好像走不来。山百峰湿地公园之所以也叫做莲花湖，就是因为在每年春夏交际之时，湖面会开满莲花。当然现在并不是花期，所以本来我对这个地方并没有太大的期待，但到了以后却发现这个湖或者说这个湿地有没有莲花呢，真的不影响它的绝美和壮丽。OK，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莲花湖了然后它就是在这个非常雄壮的这个考瑞约山的这个山脚下。OK，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步道进入这个湿地，或者说这个湖泊。哇，现在呢莲花好像没有开，所以说少了一丝那种充满了花海的这种感觉，不过无所谓。这个湿地主要过来也不是为了看花的，对不对？这里湖中有很多的鸟类，还有鱼类。哇，你看，这里就是刚才就有鱼跳起来，可惜没拍到这个水面，这个水质绝了，真是。对面在下暴雨，不知道这个暴雨会不会飘到我们这边来。在这里老是担心这种事情，因为你看这个晴天的和暴雨的这个界限也太明显了，就中间有一条分隔线的感觉，然后随时它就会过来。无所谓了，下就下呗。哎呀呀呀呀呀！后面这座山像屏障一样，这个压迫感啊！我觉得这个山百峰国家公园，这是什么样的景色？你能想象得到的那种，高耸的山峰，壮阔的海景，一望无边的湿地，还有多种多样的生态多样性，你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真是完美的一个景区。而且你看前面那个暴风雨，还有这种暴雨和怎么说，就是那种天气晴朗的这种天气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对，我想起应该这么说了，就是可以让你见识到那种气候变化的这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加气候多样性这里一旦下雨可是很冷的哇哦！我们继续往前。这个湿地中的步道还挺长的，刚才那个管理员说可能有2公里左右。现在感觉的那个暴雨应该不会下到我们这边了。有人说蓝天白云美，但是我觉得这种乌云也有一种充满了压迫感跟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的这种美。哇，然后后面还透出一片那种蓝天和阳光，这种感觉太神圣了，太神秘了。哇，这美到不真实。在这条步道上走，不时要回头看一下，因为你一回头发现景色又变了。哇，现在是晴朗的天空占了主导权，乌云慢慢的被驱散了，乌云就不像刚才那样这么厚重。当然了，这边还是厚重的乌云，仍旧在下暴雨。哇，好神奇的地方！前面还有一个瞭望塔，
我们爬到塔上去看看。爬到观景塔的顶端，哇，呼呼，这风景，在高处往下看整片湿地跟山峰，视野更开阔，景色就更美了。哦，这天呐，这天呐，这天呐，不是一个感叹词啊，就真的是赞叹这片天，这片天空。哇，这天呐，你怎么可以这么魔幻，这么神奇？很少有的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看到一片天空会如此的神奇啊！还有后面这一座沉默不语的，如同巨灵神一样站在湖边上的考瑞约山啊！真是不虚此行，这次到300峰来，太值得了，200分推荐。其实看过很多泰国的攻略也好，视频也好，真的很少有人介绍到这个300峰国家公园的。反正以前我是没有人听人说过，也没有看到有人来这里玩过。我真的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去年摩旅的时候跟仔彪哥一起骑车路过的，那时候因为下暴雨，然后山时间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说当时就没仔细玩。然后这次发心一定要来这里，就是仔细的玩一下。现在发现真的是非常值得来这里。我现在已经住了3个晚上了，我觉得应该再多住2个晚上。这里除了那些要收门票的景点之外，肯定还有很多这种不需要门票，然后又美又小众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OK， 后面好像是有游船哎。哦，对的，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坐游船玩的啊。那坐游船的话呢，就不在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范围内哟，自己再付钱喽。坐船这个事情呢，你说我特别想做的也没有，再说了。我们还是多看一下这片壮美的风景吧。侧耳倾听啊，两边都是各种鸟叫和虫鸣啊，这个地方生态太好了。然后有很多鸟类，真是好想在这儿露营啊！这晚上如果在这里露营一晚上的话，一定会很美，听着这些鸟叫跟虫鸣入睡。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门道那么重，这执念却万众而容，却我更宠。哈哈 ，OK， 再见莲花湖，今天的行程圆满结束，太棒了这个地方。OK， 现在后面感觉要下雨了，我们赶紧骑摩托回民宿回旅馆了，哈哈，太开心了。The next day， 今天天气很舒服，虽然不是大晴天，但是天上有云，但是呢又不至于很阴暗的这种气候，所以说在这个雷音寺脚下拍这个山也好，拍这个庙也好，都是非常美的。哇！
这种在高山之下或者高山之巅的寺庙，宗室寺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泰山的岱庙。但是这座庙给人感觉跟中国的泰山脚下的那些庙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泰山的庙它是北方风格，泰国这边的华人庙明显就是广东或者说是福建的风格。这种工艺啊，这种雕梁画栋，明显就是南方特色。我们进去朝拜一下。脱鞋，进庙宇要先脱鞋。OK， 哇。这里边写着，一边是入圣，然后另一边是超凡吧，应该是。哇，两边还有2个厅，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空间，应该是他们的后院。啊，小心，去看一下。哇，想不到在泰国这座高山脚下还有如此精妙的中式庙宇。哦，后面应该是一个祠堂吧。啊，真好，太棒了。从他们后面的小院可以看到后面的300峰。哇，这个地方的风水也太好了吧！啊，这是后面的斋堂，他们吃饭啊、做饭的地方。啊，在这个玄天上帝庙前面有2株莲花，真是好香啊！这个异香扑鼻。在这个主殿的左右两侧呢，分别是玄天上帝，然后右手边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哇，太完美了这个庙！再加上后面庄严又高耸的300峰，哇，边上还有为善最乐，多好呀！然后走进这道为善最乐的门里边呢，有一艘巨大的帆船，上面写是本头宫。哇，这是本头宫的船哦。哇，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这边可以做一些法事活动啊、佛教活动什么的。在这个地方做法事活动，就自带灵气啊，感觉。哇，这个船太赞了。哇，普渡慈航，本头宫。这边还可以登船，那我们登船，登船来拜一下本头宫。哇，这船做的也太惟妙惟肖了，简直就是跟真的船一模一样，有帆有杆，还有桅杆。啊，本头宫在上，哇，真好。边上还有一些小小的连环画，应该是12生肖的故事，还有8仙过海的故事，但是说明文字都是泰文。这个好有趣。哎呀，哎呀，这是我的生肖猴子，看不懂。远眺300峰国家公园，那座石灰岩形成的山壁拔地而起，陡峭如平。其脚下，一座朱红飞檐的中式庙宇雷音寺，静静地镶嵌在崇山峻岭之中。而寺庙旁边呢，莲花湖悄然铺展，碧水连天，粉白色的莲花点缀其间。当微风拂过，湿地中的芦苇轻轻摇晃，水鸟和游船掠过明净的水面。此时，山的刚毅、庙的静谧与水的柔美，在此处构成一幅超凡脱俗的画卷。
至此呢，山百峰国家公园联票上所有的收费景点我都已经游览并且打卡完毕了。它们包括高山之巅的 Kodan 观景台、神秘的 Thai Cave、2个美丽绝伦的白沙滩，以及最著名的帕雅纳空洞，以及今天我们到访的莲花湖和雷音寺。那么明天我在山百峰国家公园还剩下最后一天的行程，我决定骑上我的摩托环游一下整个国家公园，去探访那些并不要收费的冷门的小景点。其实那些不需要收费的景点不比这些收费的景点差哦。